加拿大对中国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河，如果就这么算了，只会后患无穷。大家好，我是肖玉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太差。然而在特鲁多上台以来，加拿大开始全方位为美国服务，中加关系开始迅速破裂，到如今甚至干起马前卒的事情，为美国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河。就在这几天，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拿着一个来源不明、事实不清的新闻报道，悍然启动对华措施，先是召见我国大使进行外交威胁，后又驱逐我国领事馆外交人员，随即我国对等反制，要求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限期离境。然而从后续发展来看，这件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在我国外交部的声明中很明确地提到了一点，保留进一步反制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加拿大还要把事情继续闹下去，那么中国必定奉陪到底。事实上，加拿大这次搞的事情非常的离谱，因为事情的起源是一个叫庄文浩的靠反华登上议员位置的华裔。这个人为了在加拿大政坛争取影响力，谎称在香港的亲戚遭到了中国的迫害。然而时间、地点、人物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这几乎可以称作谣言的消息被加拿大媒体大肆报道，不知道是不是庄文浩花钱买来的流量。然后加拿大的外长开始借题发挥，驱逐中国的外交官。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加拿大的竞选环境已经开始趋近于美国，反华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次的驱逐与其说是加拿大外长的决定，不如说是加拿大政治环境反华情绪外溢的结果。可以预见，在这种大环境下，加拿大未来的政治流氓想要上位，反华是注定的，而且为了凸显自己的正确性，会一个比一个极端。坦率地说，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在高科技领域进一步追赶和反超，抢了西方用剪刀差剥削全球的饭碗之后，这种类似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这次加拿大用驱逐的手段展示自己的正确性，无疑是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河。诚然，加拿大的行为在外交领域来说是相当的幼稚和可笑，缺乏专业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西方目前的政治趋势，台上的政治流氓会越来越多，这种直接拿外交人员下手的行为会被普遍效仿，这势必加速中国和西方的硬脱钩进程，极大缩减中国在西方之中制造可能性的空间。直白地说，中国单纯的进行对等反制恐怕是远远不够的。仁义道德那一套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存在的，在古代我们搞这一套，那是因为周边国家和势力往往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一套游戏规则大家是认同的。然而西方奉行的是森林法则，弱肉强食。加拿大此前为美国公然囚禁绑架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如果不能重拳出击，只能是变相纵容西方国家继续这么干，这一点会让我们非常的被动。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